我嫁给了一个比我大32岁的男人，理由很简单，钱。离婚后，我卷走了他所有财产，成了这座城市的首富。就在我以为好运连连时，一个噩耗砸了过来，我的前夫死了，据说是溺水身亡，而警方怀疑我是凶手。是蒂尔曼女士吗？我是警局的格雷格·威克斯。克拉伦斯·安东尼奥是您的丈夫吗？我揉着发胀的太阳穴，宿醉的后劲让我头痛欲裂。曾经是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2024年6月12日凌晨1点10分，您的前夫在东海岸被发现死亡，尸体是被海浪冲上岸的，报案人是一名渔民。我们通过他的信息找到了您，需要您来警局配合调查。我本以为这是诈骗电话，可当我赶到阿什顿警察局，看到那具肿胀变形的尸体时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这真的是克拉伦斯。格雷格向我说明情况。目击者称，克拉伦斯进入深海区域前未佩戴任何安全装备，目前未发现他杀痕迹，初步判断可能是自杀。蒂尔曼女士，您是他生前最后联系的人，通话时他有没有表现异常？年轻警员凯莱布·齐莫斯递来一杯水，我一饮而尽，喉咙却依旧干涩。我恍惚地摇了摇头，没有。前一晚视频通话时，克拉伦斯明明看到了那香艳的场面，可他看向我的眼神依旧温柔，仿佛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动怒。格雷格继续说，死者有人表示，他3天前刚办完离婚手续，和您通话后就失踪了。有人最后看到他，是在他前往深海区域之前。我攥紧手中的纸杯，杯子瞬间被捏得变形。你们觉得是我杀了他？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词排除了他杀可能，但无法排除教唆自杀的嫌疑。您和克拉伦斯通话时到底说了什么？教唆？你们觉得一个52岁、事业有成的商人会因为一个女大学生的几句话就自杀？格雷格表情严肃，所有在死者生前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要接受询问，这是流程，请您配合。我们没说几句话。凯莱布调出一段监控录像，画面里一群衣着光鲜的男人走进我的庄园，一个黑衣男子在前方引路。蒂尔曼女士，您家附近的监控显示，当晚有25名男性进入您的住所，排除工作人员。我强装镇定地笑了笑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在开派对。凯莱布皱起眉，和25个身材健硕的男人开派对。换做任何人都会害怕吧，蒂尔曼女士。我不耐烦地嗤笑，我和克拉伦斯已经离婚了，就算我同时和25个男人上床，也不关任何人的事，何况只是开个派对。凯莱布被噎得说不出话。格雷格接着问，死者有人称，您和克拉伦斯3天前离婚，他几乎是净身出户，把所有房产、股份和存款都给了您，是吗？是。克拉伦斯是阿什顿知名的企业家，而您从未参与过安东尼奥集团的运营。这样的离婚财产分割和常规情况截然不同。更可疑的是，离婚手续办完仅3天，安东尼奥就身亡了。蒂尔曼女士，请您解释一下离婚的缘由以及财产分割的情况。凯莱布翻到文件的指定页面。警方刚拿到这份报告时，凯莱布的同事都怀疑杰西卡·蒂尔曼是不是对克拉伦斯下了什么蛊。克拉伦斯可是亿万富翁，婚前没签任何婚前协议，离婚时竟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前妻。他肯定是疯了。他们当时都这么说。我沉默着，手指却死死攥着裙摆。格雷格眼神锐利地盯着我，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，蒂尔曼女士。我浑身发抖，却还是提高音量反驳，因为他出轨了。出轨的人就该把所有财产都给被背叛的一方，这是约定好的条件，他自己同意的。你们有意见吗？凯莱布迅速翻阅报告，这么大规模的财产纠纷，要是被媒体知道，肯定会大肆报道。格雷格看向同事，对方却摇了摇头。阿什顿法院近期没有收到相关离婚申请，你们是私下协议离婚。我避开他的目光，我们找了律师办理。格雷格沉默片刻，追问，你说克拉伦斯同意了？我翻了个白眼，
不然你以为是谁签的字？警员们一时语塞。我不怪他们难以置信，我确实想要克拉伦斯的钱，可从没想过他会把所有财产都给我。我甚至怀疑，这只是他财产的一部分，剩下的巨额资产，说不定都给了他那个情妇。审讯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最终我被允许离开。审讯室里，凯莱不疑惑地问格雷格：“头儿，你真觉得一个有钱的企业家会因为看到前妻和25个帅哥在家开派对就自杀？”格雷格皱眉：“我不这么认为。可目前的线索就是这样，或许只是我们以为的线索而已。没关系，等拿到通话内容，就知道蒂尔曼女士到底跟克拉伦斯说了什么。”我回到家，径直走进卧室，翻箱倒柜找出那张结婚照。玻璃划破了我的手指，血滴落在照片上克拉伦斯的脸上。我想擦掉血迹，伤口却越蹭越大，最后血污沾满了整张照片。不知为何，透过血色，我仿佛看到了克拉伦斯那具肿胀扭曲的尸体。我慌忙后退，看着照片里的人，竟觉得无比陌生。照片上他花白的头发被血污遮盖，笑容里却藏着皱纹。我初见他时，他根本不是这副模样。克拉伦斯常年健身，身材挺拔紧致，还总把头发染成黑色。若不是眼角的皱纹和眼神里的沧桑，没人会觉得他已经年过半百。我18岁那年在海边的酒吧打工，第一次见到克拉伦斯。当时他被朋友簇拥着走进酒吧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，那表的价格抵得上一套房子。酒吧里的女人都把他当成目标，可我比他们更快一步。我扭着腰走到他身边，给他推荐昂贵的酒水。年轻男人花钱总是抠抠搜搜，年纪大的男人却截然相反。虽然我刚来酒吧没多久，但我知道，单靠卖这些酒的提成就够我活1个月。我挨着克拉伦斯坐下，微微俯身，故意露出事业线。先生，要来一杯吗？克拉伦斯皱起眉，眼神瞬间沉了下来。我捕捉到他的眼神，那一刻吓得差点当场辞职。他的朋友正要把我赶走，他却用沙哑的声音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杰西卡·蒂尔曼。克拉伦斯皱着的眉头舒展开，名字不错。我心里疑惑，却还是更贴近他的手臂，柔声介绍酒水。克拉伦斯接过酒单，避开了我的身体。你在这里工作？原来是个高冷型。我心里暗想，嘴上回答，只是兼职。卖酒？克拉伦斯又皱起眉，1个月能赚多少？按提成算。克拉伦斯轻敲酒单，卖1瓶，这个能拿多少提成？我伸出3根手指。还剩多少瓶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这款很畅销，只剩10瓶了。不过我们还有镇店之宝，价格是这个数。我比了个手势。克拉伦斯面不改色地掏出黑卡，全都包了。什么？我惊呆了，我的天，今晚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我确认般追问，他却只是点头。我立刻跑去告诉经理备货。当那瓶价值75万美元的威士忌被拿出来时，我和同事们都两眼放光。我在酒吧工作了几个月，同事们和我都试过推销这瓶酒，却从来没人愿意买。有钱人又不傻，这么贵的酒通常是用来收藏的，怎么会随便放在酒吧里售卖？果然，老男人又有钱又好骗。我看着克拉伦斯，眼里的欲望越发炽热。我的同事更夸张，几乎要扒光衣服贴上去。克拉伦斯避开他的纠缠，朝我招手：“这份工作没什么价值，要不要跟我做事？”您的意思是有高薪工作等着我？年薪1500万。我差点停止呼吸。你的工作是嫁给我？卧槽！我差点绊倒，虚弱的举起手。我才18岁，还不能结婚。克拉伦斯看着我脸上厚重的妆容和暴露的衣服，揉了揉额头，陷入沉思。毕竟我化了妆后，身材和样貌都显得格外成熟。他脱下自己的衬衫递给我，让我遮住身体，那2年后再结婚。我偷偷瞥了一眼他完美的身材，指尖摩挲着丝质衬衫。衬衫太长，
我在腰间打了个结，问道：“那我的福利呢？”按法律规定来。我差点当场下跪表忠心。好的，老板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克拉伦斯是阿什顿的首富，只当他是个普通的有钱老头，甚至觉得他的提议是在开玩笑，以为最多能拿到100万。得知他的年龄后，我甚至盘算着，等结婚几年后他去世，我就能继承遗产，成为超级富婆。或许他那方面不行，但至少长得帅，还有肌肉。和他上床我完全不亏，简直像中了彩票。于是我签了协议，开开心心地搬进了克拉伦斯的庄园。管家给我安排了一间3居室。第4章，醉酒的女人。我在能容纳5个人的浴缸里泡了个澡，之后紧张地等着克拉伦斯传唤，却不知不觉睡着了。他没叫我，是忘了吗？事实并非如此，他当时根本没打算碰我。1个月过去了，克拉伦斯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工作，偶尔回来，也只是跟我寒暄几句，问问我的近况。住在庄园的这段时间，我胖了好几斤。就在我准备找律师确认协议是否有效的时候，工资到账了。我握着手机，数着账户里的零，笑得差点把床震塌。这工作也太轻松了，老板不管我，就算我提出过分要求，比如拍下一套价值远超年薪的珠宝，他也会纵容我。我的胆子越来越大，甚至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去购物时，我会带着一群保镖随行；和朋友聚会时，我穿着最昂贵的衣服，享受着他们羡慕的目光。朋友们不断怂恿我，我买下了酒吧里最贵的酒，被灌得酩酊大醉，最后被保镖拖回家。我的傲慢和自负在这样的生活里疯长，最终彻底淹没了我。第3次喝得烂醉回家时，克拉伦斯正好在家。我哼着跑调的歌，紧身裙几乎滑落，露出大半身体，脸上还留着陌生人的吻痕。克拉伦斯坐在沙发上，把玩着手上的戒指，眼神阴沉地看着我，沉默得让人窒息。我昏昏沉沉地歪着头，把他当成了酒吧里的男模，脱下高跟鞋小跑过去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克拉伦斯皱着眉，伸手擦掉我脸上的吻痕。我大胆地亲了亲他的脸颊，把一叠现金塞进他的衣领。空气瞬间凝固，所有人都惊愕地看着我们。被膨胀的自负冲昏头脑的我开口道：“虽然你是个老男人，但长得还挺帅。陪我一晚要多少钱？”克拉伦斯的睫毛颤了颤。“你有多少钱？”我举起手机，展示着银行余额。“你要多少有多少。”管家捂脸，立刻上前打圆场，劝克拉伦斯冷静，说我只是喝醉了失态，然后拿起沃尔夫冈太太准备的解酒药，强行灌进我嘴里。我抱怨道：“这是什么鬼东西，难喝死了！给我拿最好的酒来。”我把管家当成了保镖，指着克拉伦斯说：“再给我找些男模来，至少得有他这么帅。”克拉伦斯嗤笑：“你想要更多男人？”我点点头，还沉浸在和朋友在一起时的张扬模样里。“对，一个不够我玩的。”克拉伦斯追问：“那你需要多少？”我愣住了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根本没做过这种事。可我不想在帅哥面前丢脸，于是吹牛道：“至少7、8个吧。”克拉伦斯低笑出声。我搓了搓胳膊，不知为何，空气突然变得有些冷。